我们家已经有接待过10几个国家的学生的经验，每天我们都觉得很习惯的食衣住行，在每一个国家的学生眼中却充满了新鲜与好奇。每次我们在互动沟通的过程当中，都发现每天的生活都充满了新奇跟新鲜感。一开始可能在文化，可能在语言当中会有一点沟通的小小的误会，但是在每天的真诚的交流、跟聊天、跟关心当中，它都变成我们接待当中很有趣、很棒的一个经验。那我觉得就是很好的契机，因为我们后来也加入友善这个团体，那也接触到不一样的国家。那我们事实上有接待过10几个国家，就是接受一些外来的一些文化的差异的冲击。我觉得这个是比在我们的教科书，就是地理教科书上面，或是历史教科书上面学到的更好的一个方式。包含生活习惯，包含对整个交通状况，包含对治安，很多东西他们的国家跟台湾是截然不同。但是有一个很基本的点他们本身其实心态都很放得开，他们很愿意放下他们以前在他们国家的生活习惯也好，来台湾几乎都是从零开始。从那时候开始接触到不同国家的人，我觉得对于现在的我来说，就会让我的包容度变很高。就相对来说，可能我是可以理解所有的文化，然后即便我不认同它，但我还是可以理解为什么人家会这样。我们家没吃素，那遇到的外国学生他们有吃素的，通常他们真的是吃那种蔬食方面的素。那其实我在想，这方面对他们来讲就是一个难点，因为我们觉得好吃的东西，事实上他们并不这么认为。就因为这样，我就知道说，他喜欢吃的是那一种蔬菜，就是纯蔬菜，而不是加工的素食。可是如果是欧美的学生来，他们可能相对接触亚洲的饮食的机会比较少，那他来的时候就会冲击比较大。然后尤其有的时候可能自己在家里很舒服，我可能就边看电视边啃鸡脚，然后他们就会走进家门的时候觉得很可怕，就是看到我在吃鸡脚，然后就觉得很可怕。就我可能，比如说我想吃巧克力，我不会直接说我想吃巧克力，我会说，你觉得巧克力怎么样啊？然后让他去猜，我就是想要那个东西。但后来就是遇到德国的学生的时候，他就直接跟我讲说，如果你要的话，就直接说。然后因为这样子，我后来才会慢慢习惯，开始改成这样的方式。但是这方面，如果我把西方国家的习惯又带到跟日本啊或者是韩国的学生讲的时候，就会显得很没礼貌。所以就是在面对不同国家的时候，可能中间就有一个小切换的时间。因为像我那个韩国学生，应该是说今年，因为他就特地买了母亲节礼物，他就特地去买了那个人参饮，他分2天，第1天去买，第2天再从文化大学送过来给我。所以那个真的很感动，因为其实老实说，我们家小孩也没有像他这么贴心。对，后来其实就是这样子，因为我觉得这个就是在日常相处之中就是衍生了一些感情。我们接待过10几个学生，已经有2、3个学生，经过几年之后2度再来拜访台湾，甚至是回到台湾念研究所，继续来台湾念书，这样的例子，都让我们觉得说，因为我们这个家庭给他留下一个很好的印象，觉得会想再回来台湾，那就是表示我们这个接待是成功的。